上期讲到，曹操围攻邺城久攻不下，郭嘉建议他放弃攻打邺城，前去攻打荆州的刘备和刘表。那么刘备是如何到达荆州的？曹操走后，袁谭和袁尚会如郭嘉所料相互厮杀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南下荆州及曹操平定河北4州。公元200年，官渡之战失败，袁绍仅带领800名骑兵逃回了邺城，而投靠了袁绍的刘备则逃往荆州，准备投靠刘表。到达荆州后，他派糜竺和孙乾去拜见刘表。刘表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亲自前往郊外迎接刘备，并以上宾之礼待他。之后让刘备率军屯驻于新野。荆州的豪杰俊才们得知后，纷纷的前往新野归附刘备，这让刘表非常的忌惮，开始对刘备产生了猜疑，暗中提防刘备。202年，曹操派夏侯惇和于禁南下攻打荆州，刘表派刘备率军前往叶县迎击。之后，双方在博望坡展开了激战。博望坡即今天河南省方城县西南30公里处，此处地势险要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刘备以伪遁之计在这里设下伏兵，夏侯惇和于禁果然中计，被刘备率军打败。恰逢此时，李典率兵赶来救援，刘备因为军力过少，于是便不再追击，夏侯惇和于禁这才脱离了险境。之后，袁绍病逝，曹操率领大军前去攻打袁谭和袁尚，结果久攻不下，郭嘉便建议曹操主动撤军，向南攻打刘备和刘表，让袁氏兄弟相互厮杀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曹操退兵之后，袁谭便向袁尚提议说，我们之所以败给曹操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铠甲不精。现在曹操刚走，正是人心思归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趁他渡河之时发起突袭，一定能够取胜，希望能调拨给我军马和铠甲，让我去追击曹操。可袁尚觉得袁谭追击曹操是假，想得到他的精兵和铠甲才是真，于是既不给袁谭增兵，也不给他更换铠甲，这让袁谭非常的气愤。这时郭图和辛平就借机对袁谭说，你父亲之前之所以将你过继给袁基，都是因为沈佩出谋划策，陷害于你。袁谭听后愤怒至极，立即率兵攻打袁尚，袁尚早有防备，于是双方便在外城的城门展开了激战。结果袁谭兵力不足，战败而逃，率领残兵退往南皮，即今天的河北省南皮县。袁尚的大军紧追不放，一直追到了南皮。就在这时，袁谭属下的青州别驾王修率兵赶来支援，总算稳住了局面。袁谭见到王修后，高兴地说道，成全我大军的人是你王别驾呀。之后袁谭整顿兵马，准备反攻袁尚，可王修劝他说，如果你们兄弟之间往复攻击，将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啊。袁谭听后很不高兴，但理解他的志向和节操，没有怪罪于他。然而就算他不想打也没用，没多久袁尚就亲自率领大兵前来攻打袁谭了，袁谭抵抗不住，只能率兵退往平原国。袁尚的大军人多势众，袁谭的兵力较弱，不敢出城迎战，只能固城而守。可是如果继续僵持下去，距离城破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这时郭图给袁谭献计说，如今将军国小兵少，粮匮势弱，长久下去必然不敌，不如派人去联络曹操。如果曹操肯出兵，必定会先攻邺城，这样一来袁尚只能回军救援，我们便可以引兵向西，吞并邺城以北之地。如果袁尚被曹操打败，我们就召集袁尚的散兵反过来抵御曹操。曹操远道而来，粮饷耗尽之后必定退走，到时候赵国以北之地就都属于我们了。如果不用此计，恐怕很难成功啊。袁谭听后当即拒绝，一方面曹操是袁氏的宿敌，另外曹操本就对河北4州虎视眈眈，请他支援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于是袁谭没有听从。随后的几天，袁尚的攻击异常的猛烈，袁谭实在是难以支撑。这时他昂首叹息，不得不重新考虑郭图的计谋了。他问郭图派谁去联络曹操比较合适呢？郭图推荐了辛毗，于是袁谭便派辛毗前去求助曹操。此时是203年8月，曹操正在南征刘表，大军屯驻于西平，即今天的河南省西平县。辛毗一路奔波，终于到达了曹操的军营。
然而他见到曹操后，却鼓动曹操应该趁机吞并河北。于是曹操决定再次北上前去攻打邺城。10月份，他率军到达了黎阳。袁尚得知曹操准备攻打邺城后，大惊失色，立即放弃攻打袁谭，引兵退回邺城迎击曹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袁尚属下的部将吕旷和吕翔背叛袁尚，率众投降了曹操。曹操立即给俩人封了侯。袁谭得知后，私自刻了2个将军印绶，交给吕旷和吕翔。俩人拿到印绶后，连忙交给了曹操。曹操看后笑着说道：“袁谭之所以这么干，是想让我去攻打袁尚，等到袁尚战败后，他再趁我军疲弊之时与我抗衡。可是他不想一想，如果我击败了袁尚，军心只会更加的强盛，怎么可能会疲弊，让他有机可乘呢？”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稳住袁谭，曹操将计就计，主动与袁谭联姻，让自己的儿子曹整迎娶袁谭的女儿。之后曹操并没有去攻打邺城，而是返回了许都。到了2月份，袁尚见曹操并没有攻打邺城的迹象，于是留下苏由和沈沛镇守邺城，他自己则再次亲率大军去攻打袁谭。可是等他刚到达平原国，曹操就立即率军返回，前往攻击邺城。苏由此时驻守在环水边上，曹操大军到达后，苏由抵抗不住，只能投降。之后曹操的大军便到达了邺城城下，对邺城发起了攻击，但依然是久攻不下。4月，曹操留下曹洪继续攻打邺城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毛城，即今天河北省武安市杨邑镇，打败了袁尚的部将尹凯，阻断了通往上党郡的粮道。之后他继续率军攻打邯郸，打败了沮授的儿子沮谷，阻断了幽州通往邺城的粮道以及援军。益阳县的县令韩范以及歙县县长梁齐得知后，不等曹操攻打，主动投降。至此，邺城的外围被曹操清扫完毕，邺城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。曹操率军回到邺城后，挖掘壕沟，将漳水引入邺城，决水灌城。顿时间，邺城就变成了汪洋一片，数月之中，城中的军民饿死者过半。7月，袁尚率军回救，将大军驻扎在距离邺城17里的阳平亭。曹操得知后，率军包围了他的营寨。袁尚知道已经是在劫难逃了，于是派人向曹操请求投降，然而却遭到了曹操的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趁夜突围，逃往了中山国。袁尚的部下千昭前往滨州，劝说滨州刺史高干迎接袁尚，可高干不但不愿意与袁尚联合，还准备刺杀千昭。千昭得知后，连忙逃出滨州，然而由于道路被阻，无法回到袁尚的军营，只能投降了曹操。经此一战，袁尚彻底失败，所有辎重都被曹操俘获。曹操命人拿着袁尚的印绶和节钺，招降邺城的守军。沈沛的侄子沈荣偷偷打开东城门，放曹军入城，邺城沦陷。曹操进城后，斩杀了邺城的守将沈沛。之后，他亲自前往袁绍的墓前哭拜祭奠，然后慰劳袁绍的遗孀，并将袁绍的家人和宝物都归还给了袁绍的遗孀刘夫人。袁熙的妻子甄姬当时也在邺城，由于她姿貌绝伦，被曹操的次子曹丕看中，于是便迎娶为妻。若干年后，生下了曹睿及后来的魏明帝。之后，曹操便开始营造宫殿，陆续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往了邺城。204年9月，汉献帝下诏任命曹操为冀州牧。再来看袁谭，他趁曹操围攻邺城之机，快速地攻取了甘陵、安平以及渤海和河间。之后率军去攻打袁尚的残兵，袁尚不敌，只能逃往固安，投奔了二哥袁熙。曹操得知后，写信怒骂袁谭违背盟约，决定与他断绝联姻，并将他的女儿送还给他。12月，曹操发兵平原国，袁谭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，只能撤出平原，退守南皮。曹操趁机进入平原国，并收复了周边的诸县。205年正月，曹操率军进攻南皮，袁谭领兵迎战，双方从天亮一直打到中午，仍不能取胜。曹操亲自擂鼓助威，士卒们奋力搏战，终于攻下了南皮。袁谭骑马准备逃走，却被曹纯麾下的骑兵给斩杀了。之后，郭图也被斩杀，袁谭和郭图的妻儿也全被处死。
至此，冀州和青州都被曹操控制，河北4州只剩下了并州和幽州。袁尚到达幽州后，幽州的大将焦楚和张南起兵反袁，袁尚和袁熙只能逃往乌桓。焦楚自称幽州刺史，举城归附曹操，至此幽州也被曹操控制。4月，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领着10余万部众投降曹操。10月，并州刺史高干也投降了曹操，曹操仍任命他为并州刺史。之后，曹操进攻广平，即今天北京市密云区石峡村。高干见曹操后方空虚，于是举兵叛曹，并密谋袭击邺城。曹操派乐进和李典讨伐高干，高干退守湖口关，成功地抵挡住了曹军的进攻。206年正月，曹操亲率大军前来征讨。高干得知后，自知难以抗衡，留下部将夏昭和邓生守城，自己则逃往南匈奴，向匈奴单于呼出拳求救，但单于不敢收留，他只能逃往荆州。然而在途中被上洛都尉王衍给捕杀了。至此，袁绍的4州之地尽归曹操。207年，曹操回到邺城，大封功臣20多人。之后，为了彻底肃清袁氏的残余势力，他决定远征乌桓。那么，乌桓能够顺利攻下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